啊，买点什么？买点什么？逛一下，看看有什么？看看吗？没事。为什么你中文这么好对，好嘛。？200块太贵了，50块。我靠！你还会说我靠？大家好，我是老宋，今天又来到成田的 T1了。然后今天要做的一家航空公司是第一次做，非洲的一家航空公司，埃塞俄比亚航空，难得体验一次非洲的航空公司。然后呢，直接拿到2程的登机牌。本来其实在网上看到很多国内现在从北京出发的埃航，如果你是单程机票的话，它不给你出这个登机牌的，你必须要来回程都选埃航才行，所以还是有点担心。这次只是单程坐埃航转机去开罗，后面呢是另外别家的航空公司，所以还有点担心。结果呢，其实很顺利，完全没有问任何的问题，也没有查后续的这个行程，直接就把2程的机票都开出来了。而且最方便的是什么呢？埃航最好的一点，它是如果是你转机超过好像8小时的话呢，会有免费的转机酒店提供的。本次航班较为特殊，虽然最终目的地是埃塞俄比亚，但会首先飞往首尔，经停1小时，完成上下课，然后再继续飞往亚的斯亚贝巴。这种在第3国经停并载运客货的权利被称为第5航权。所以你可以仅购买从东京到首尔的机票，下机离开，也可以直接从首尔起飞，飞往埃塞。开始发餐了，这是东京到首尔段的餐。现在11点半，然后呢，8点55起飞的吧，2个半小时多到韩国了。现在入境韩国应该不需要入境韩国呀。从这儿走。这边要重新再安检一次，过完安检，然后呢再重新出发。开始我想说经停的人其实可以不用下来，直接在飞机上等就行。但是后来想了想，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说有人他自己把东西放在飞机上，然后他从韩国下去了，这就有可能会有危险因素，所以他必须让所有人再下来，然后重新再安检一次。刚从这儿出来的，现在又在登一次机，从上面下来了。竟然还整理了一下，换了新的毯子。第2程因为是过夜航班，所以还有一个过夜包。看了一下，应该是有一个袜子、一个眼罩，还有一个牙刷吧。整个去非洲的人真的还是蛮多的。正睡觉的时候，结果又要开始吃饭了。第2餐，东京时间大概凌晨3点钟左右吧，实在是有点吃不下。现在东京时间已经第2天的10点15了，然后已经飞了很大一半了。现在到中东的地区吧，出了中国之后，顺着巴基斯坦过来到阿曼这边，也门、吉布提，最后到埃塞俄比亚。大概还有1个小时降落吧，第3顿饭早餐了。
终于到埃塞俄比亚了。东京出发，算上在首尔停留的1个小时，一共17个小时，真的很漫长啊！周期的航班。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的土地还是挺兴奋的，但是真的很累，17个小时，所以就现在特别想回到家，躺在自己家的床上，好好的睡一觉。说到床，对现代人来说，良好的睡眠至关重要，而床垫的舒适度和支撑性会直接影响到睡眠质量。选择适合自己的床垫，能让身体在睡眠过程中充分放松，提升整晚的睡眠质量。德国爱玛品牌是欧洲最负盛名的床垫厂商之一，拥有非常专业的床垫研发团队及生产实验室，将科技带入到床垫的生产中，经过多重实验和测试，坚持以德国高标准检验每个生产细节，保证品质优良。爱玛床垫的购买和安装也非常方便，送货时采用先进的卷包设计，体积小巧，能够轻松地搬到任何地方，并且配有专用的防刮伤、开箱安全刀片，非常贴心，让安装变得极其简单且安全。现在家里这一款是德国爱玛的 Hybrid 独立筒加记忆棉设计，一共有5层，每一层都有非常强大的技术支撑以及绝佳的功效，可以提供舒适、减压、清爽、安稳的睡眠体验。另外，德国爱玛的抗干扰设计也非常强，无论旁边有多大的动静，都能保持稳定，让你能睡得安稳。还有一点要介绍的是，可加购防水抗敏保洁垫，保持床垫本身的干净和清爽，拥有益生菌保护层。相比传统床垫，德国爱玛保洁垫使尘螨的过敏数量减少89.3%，不用担心螨虫等细菌的产生。当然，除了床垫以外，德国爱玛经典记忆枕也非常棒，3层记忆棉设计，可依照自己的喜好调整高度，绝对可以找到你最放心、最舒适的状态。作为使用德国爱玛床垫的真实感受是，真的是可以睡得很香，软硬度适中，不会太软也不会太硬，支撑性非常好，而且透气性极佳，不会有任何闷热或潮湿的感觉，体验非常棒。现在在台湾，德国爱玛推出的活动是全台本岛免运费、免搬运费、免楼层费用。最重要的是，德国爱玛提供100晚安心免费试睡，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而且品牌提供10年床垫保固和分期付款，每天只需3块钱就能睡到德国品质、欧洲最佳床垫。而且德国爱玛台湾地区官网正在进行除旧迎新的新年活动，最低55折，大家可以使用老宋专属的优惠码老宋10，获得粉丝专属全品项9折优惠。不仅不限金额和品项，还可以搭配官网的折扣活动一起使用。老宋诚意推荐，希望大家都能有好的睡眠、好的身体、好的健康。感觉人真的很多，这一班，不过大多数应该都是中转的。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值机时没有拿到转机酒店信息，需要往前一直走，先去转机柜台办理手续。如果像老宋一样已经拿到转机酒店的 voucher， 直接过海关就行，且可以获得免费落地签。刚在到达大厅的地方看到那个取款机，然后试了一下就取出来了，然后取了3000当地的钱，都是200这个面额的，换算下来美金大概也就23、24块吧，其实不多的。应该是这边的这个车吧，现在通知坐 shuttle bus 去酒店了。这边就是指引不是特别明确，都靠自己摸索。本来以为特别热，但是其实今天的天气温度刚好，现在大概18、19度吧，挺舒服的。哦，他们这个机场接机的人都是在这儿的，所以好多人啊。这个蓝绿的，不是黄绿的出租车，特别像是国内。这个大巴车就说怎么坐着这么熟悉的感觉，仔细看前面的标志是金龙客车。酒店应该就是前面这个，其实离机场挺近的，但折腾了大概1个小时才过来。看起来还是不错的酒店。整个酒店看起来确实不错，算是他们当地比较有名的，应该是5星级了吧。哇，房间进来了，
相当不错啊，感觉很舒适、很温馨的感觉。然后这边是浴室，竟然还是透明的。酒店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免税店。酒店的旁边这个门，这个感觉跟中国的小区一样，特别像。然后这边应该就是他们的城市里面了，路上走的人还挺多的，看起来。整个城市看起来好像是在这种大发展的阶段，很多新建的楼，这边一片都是。感觉路上感觉当地的年轻人特别多，大家都身材都挺高的。下午大家都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喝茶休息。路边的这些咖啡店、喝茶的地方吧，感觉挺舒服的。当地人的衣着也不太一样，有些人穿的就很少，短袖短裤；有些人穿的还挺多的，还有外套什么的。温度大概21、22度吧，其实倒没有很热，但是阳光挺晒的，风一吹倒是挺凉快的。看到一家卖面的店，想说尝尝看，是不是中式的面吧？应该。看了一下菜单，这是炒面、炒饭之类的，但是为什么这个画儿看起来特别辣的样子？还有火锅，火锅还有汤面，确实挺中式的。鱼也有，然后这边就是汉堡、饺子、包子都有，鸡肉包一个720块钱啊，应该不是一个吧？可乐真的是全世界通行啊，就算是不认识这字儿，但是也能猜得出来，这肯定是可乐。这一次到非洲来，的确是稍微有点担心，所以是跟朋友一起来的。然后2个人本来想说一人点一个面，结果他这上来是什么呢？是2份面，然后呢还给一人一个小碗、一个小碟子，是让大家分着吃的，直接把面也做成这种分餐的了。这个分量确实挺大，但是价钱也不便宜，650块比2，算一下的话，人民币大概37块钱，日币的话也要800左右。所以这个物价可能这家店我觉得比较贵吧，当地应该没有这么贵吧。这个味道倒不难吃吧，但是挺奇怪的味道，就是单纯酱油汤，没什么其他调味儿。主要是这种面我觉得特别不好吃，这个特别像日本那种超市里面卖的冷冻的乌冬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很粗，但是一点都没有筋道的感觉。炒的这个我觉得就是酱油再加了点辣椒，不是特别的香。2份面，然后2个可乐，好像还有加一个税吧，一共1250块，也真的不算便宜了，大概要1500日币左右了，人民币的话70左右。旁边的这小洋楼感觉也挺舒服的。Chinese 超市的东西，然后旁边还有写的中文。这边还有几家看起来挺不错的餐厅，然后旁边街对面就是当地的比较传统的小店了，应该这个字儿就完全看不懂啊。但是这边很多的店都有中文啊，钢瓶气体商店和分销，啊还有卖果汁的，这里真的是应该是当地的生活区了。据说有一片菜市场在这边。How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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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花生的。好。100? 100? 50? 50? ？OK, one. 50块钱。This one. Yeah. How old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How old? Yes. 买了一小包花生，他说100，我说100，他说50，我说50，那好吧，来一包吧。我都没思考这50是多少钱。然后呢，结果买完一包之后，他让我再买一包，
然后我说不用了，他说20，所以说明这50块钱人买贵了，大家注意一下，这是20块一包，说不定只要10块钱一包。哇，这边就是当地的菜市场了，好多卖水果啊，新鲜的水果什么的。刚刚有听到中国人在里面说话，该买菜的东西。哇，这西瓜好大！买菜啊，买点什么？买点什么？逛一下，看看有什么？看看吗？没事。为什么你中文这么好？对，一点点。自学一点点，一点点，中文很好啊！我靠，这是什么东西啊？百香果。这直接吃吗？里面火，开始打开。打开没事。那么多吗？把它看一下。这个多少钱1公斤有750。1公斤1公斤要不了那么多4个5个嘛，4个5个。1公斤太多了，这个就这一个。一个？对。一个200块钱。200太贵了。你看我这一个有200块太贵了。兄弟，50块。我靠！你还会说我靠？这个太酸了，这个。不熟了，这个火。太酸了。很酸。这个火嘛，中国这样的不来嘛，真的。我不是没看，头六那个鸡精。鸡精。还有粉丝调料。有没有香烟？中国烟？我靠！也不抽烟。不抽烟。兄弟。直接都是叫兄弟的。这边好多啊，这里还有那个温宜超市，这一看应该就是中国人开的超市吧。然后旁边还有餐饮糕点什么的，很多人大家都会说中文的，至少都会讲一句兄弟。我觉得兄弟是这边打招呼的固定用语了，已经是。这边还有鸡鱼动物产品。买什么？我看看，我也不知道买什么，看一下。你买看看是吧？对，我买看看。可以，你看看。我看看。你中文？好的鱼有。好的鱼是吧？对，鸡翅、鸡腿什么都有。鸡翅、鸡腿是吧？对。你们工地哪里？你们工地哪里？我们不是工作的，我们是来旅游的。是的是吧？对。你们这里几个中国人有？啊？几个中国人有几个？还有下一次买的这里。好，下一次来买。很内行啊，直接就问说你的工地在哪儿？工地有几个人？下次来买。下次不来。下次。帮你照一下。Jackie Chan、Bruce Lee， 东西还挺多的，萝卜、芹菜、黄瓜、土豆，什么都有。白菜，哇，真的还是挺丰富的，香蕉、西瓜都有。什么东西？苹果。苹果。一个100太贵了。一个100太贵了。这个。这个100。100。尝试用了一下当地的打车软件，还算方便吧。准备去亚的斯亚贝巴大学，2分钟到。很多学生放学了，当地的高中生吧，中学生。Okay, it's closed. Okay, just go to the university. Okay, thank you so much. 两天前刚刚关门。Yeah, thank you. 这边就是当地的亚的斯亚贝巴大学。
应该是他们国内最好的大学了。大学的环境真的相当不错啊，感觉挺舒服的，绿树成荫，而且很安静，跟刚刚外面那个吵杂的工地真的是完全两个世界。这感觉应该是他们的教室吧，还是什么啊 ？Library， 这是图书馆，好像挺有名的。这是约翰肯尼迪博物馆，图书馆，好像查到过的。这应该是自习教室吧。是一个他们的阶梯教室。好多的鸟叫声，真的是自然环境相当不错，感觉有点像个咖啡店。感觉挺 local 的咖啡店。这边是法学院，哇，这个看起来真的很古老。法学院，一般一个大学的法学院相对来说应该都是比较古老的学院建筑。整个校园真的是挺大的，挺开阔的。从大学出来打车就非常不顺利了，一直叫不到车。而这边的司机我觉得都挺好的，他每次开始行程前他会专门拿手机展示给你看。刚刚那司机也是说，我现在开始了，我滑了。真的感觉整个城市都在建设，整条路都在挖。这个城市给人另外一个感觉就是特别多人，可能刚好也是放学或者下班的时候吧，就整个城市到处都是人的感觉，而且很多年轻人。啊 ，321。这边他们山上有一个叫 Entoto 的公园，然后想说到这儿来看一下。这个据说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景色的。上面这个像一个斗笠一样的顶峰，还挺有意思的。你好。这个价格其实挺贵的，当地人200，外国人要1000块钱，10块钱美金。但是它这可以刷卡的，幸亏可以刷卡，否则没有带那么多现金。他们在小情侣在这拍照，感觉应该可能是来的比较晚了，所以游客已经很少了，而且感觉凉下来了，已经天。虽然是非洲国家，但是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热。这个时段还是挺凉的。树之间建的。Hello。这个图片上看到的就是这个地方，虽然现在有点逆光。这边就可以看到城市的天际线了。不过今天这不知道是因为光线还是什么原因，整个城市感觉笼罩在一片雾当中，白茫茫的一片，看不太清楚。而且感觉城市里面有很多地方都在冒烟，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看到这种东西，真的就是有点想到新加坡。感觉好像新加坡也有这种类似的样式的建筑。No, thank you。当地有很多这种小孩卖口香糖的，到一个地方都会过来
找你买口香糖的。Yeah. 50. 50? Yes, 50.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50块钱，50日币吧，这是大概人民币的话3块钱左右。景区实在是没什么人，然后刚下来就有那个服务员倒挺热情的，就直接过来问候了，想说哎算了吧，坐会休一会儿，点了一个柠檬茶，这是60块，4块钱，5块钱人民币吧。刚喝了一口，这真的是柠檬不要钱一样，全是柠檬的味儿，没有茶的味道，特别浓的柠檬味儿，很酸，怪不得他还专门拿了一罐糖给我，真的非常的酸，已经是柠檬汁儿了，不像是柠檬茶。这个咖啡店放的这个音乐特别像日本的演歌，这个调子。我真的很怀疑这是日本演歌翻译过来的。这个人转音王子啊，这转音转得好厉害，但是真的很像是日本演歌的演唱风格。希望这个 YouTube 上没有版权问题，否则大家就听不到了。5点钟感觉基本上景点都要关了，店铺也关门了，也没什么人了。这地方其实挺不错的，挺安静挺舒服的，但是$10的票价稍微是有一点贵，当然这是针对外国人的。主要就是你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它其实是有这种感觉是徒步的路线的，在整个山间走的。今天因为来的比较晚，也没时间走那么远，整个路线走一走，散散步或者徒步一下，应该挺舒服的。现在就要担心怎么下去了，因为又得叫车，不知道有没有车过来。最麻烦的事是什么呢？公园出来之后没有车下去了。然后用他们这打车软件也没有车，周边只有1辆车，然后是大开口要1200，然后降价也只能降到1100，所以山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很多人来这个地方都是他会包车直接带上来再带下去的，所以大家如果自己上来的话，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然后刚过来的时候，其实看到前面有一个小的村庄，人还挺多的，而且还看到公车，我想说到上面去看看，可能会有车。实在不行，应该还有公共交通吧。顺便就当散步了，其实也没那么着急。别的地方是牛，这地方路上好多山羊，也不是山羊，绵羊吧，驴驮的柴火，这也是当地人家吧，应该是。你看前面那边有公共交通的，其实我都看到有公车了，不知道那公车是到哪儿了。这就是刚刚路过看到的小村子。YouTube, yeah. Yeah. 这边的大巴车不知道是去哪儿的，是不是去市中心的？这应该是卖碟的吧，这小店。然后卖面包的，这种真的是当地的 local 的小店。还有应该是理发店吧，这边人真的很多。好多小孩子。You dropped Arat Kilo. Arat At the Kilo? end of the bus, Yeah, right? yeah, At the end of the travel of the bus, yeah. then there are taxis. Maybe there will be available which go to Bole area. Stand in front of the line. Otherwise, Okay. you won't get a seat. 这个人真的很好，一直在帮我们。Okay, bye bye, Chinese. Thank you. Later. No, thank you. Really, I love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ee
山上下来花了10块钱当地的钱，坐巴士下来了，人民币大概5毛钱左右。现在这时间点还稍微有点凉了，6点钟，感觉这个时候不穿外套就会有点冷。但从这个地方还得再打个车再回去。这里应该就算是当地的市中心了，有很多商铺。这个垃圾桶应该挺眼熟的吧，挺像是中国街头会有的，应该也是中国引进的，我觉得。过马路要紧跟当地人的步伐，否则过不去。没有红绿灯。到市区之后叫车就方便多了，一下就叫到了。埃塞俄比亚曾保持着1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目前仍是非洲大陆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也成为非洲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这一点在晚上回机场的路上可以明显看出来，有很多高耸的楼宇、现代化的建筑和设施，以及繁华整齐的街道。这次来当地虽然只有1天，但感触良多。第一点就是很明显，中国在当地的一些建设和援建工程，从出租车、垃圾桶以及会说中文的卖菜小哥们就能够看得出来。当地人不但会用中文问我，还会问我是哪个工地的。第二是打车使用当地的 APP 非常方便，也很安全，尤其司机都很礼貌，而且使用现金支付会准确找零。接触到的当地人，包括服务员和路人都很不错，彬彬有礼，也不会因为是外国人就过分关注盯着看。如果英语好的话，可以有很多不错的交流和聊天的机会。在大学里碰到友好的当地人，一起聊天喝咖啡，在山顶也获得了当地大叔的帮助和指点。虽然花钱的地方不多，但物价整体不高。除了午餐吃到的面1碗6美金以外，公车费用仅为不到10美分，出租车差不多2公里不到1美金，一瓶水大概0.4美金。大学里喝到的便宜咖啡仅为10美分。整个首都感觉在大建设当中快速发展的状态很明显，年轻人非常多，很有活力。最后，埃塞俄比亚航空体验很不错，舱内设施服务基本都很到位，而且免费提供的转机酒店以及免费的过境签确实帮助非常大，老宋很推荐。接驳车过来真的很快，不到5分钟就过来了。匆匆1天的时间结束，老宋要继续飞往下一城了，我们埃及见。بس انتوا داخلين كنيسه مش عايزين منكم حاجه. 但你要进入教堂，而我们想从